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评论里扣个打卡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老是听老人家说啊，小孩子的眼睛不干净，他可以看到人家看不见的东西。以前我是不相信的，但现在深信不疑。那么就给大家讲几个事儿吧，算是解解闷儿。第一个故事呢，是我家邻居的小孩，在他上1年级还是2年级的时候，时间记得不太清楚了，大概是90几年的时候，他母亲送他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，而那个小孩呢，当场死亡，他的母亲没有事。出事那几天，邻居家院子里经常听到他家人哭得很大声，也很伤心。当时我年龄也太小，不太懂事，和同村的小伙伴就趴在他家的院墙，我们呢在院外堆的杂物上爬上去，往他家看，也说了些那小孩子不好的话。之前经常看到那小孩在他家门口和小朋友玩时，喜欢用削铅笔的小刀胡乱的挥，看着挺危险的。以前的削笔刀呢，就是一个美工刀片，带一个铁叶子做的刀柄，能够折叠。可能是因为说了他，有一阵子我身边发生的几件怪事，可能都和他有关。之所以不太确定，是身边没有懂这些的人，而且呢，也没发生太过严重的事儿，过后就不了了之了。第一件事是我连续做了1周左右的梦，梦中在我们村子那里，那孩子一直在追我，我不停地逃，整晚都在逃。在梦里，我清楚地知道他是死了的。第二天起床呢，就感觉非常的累，我也没跟家里人说，每天就继续上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自己都忘了这件事。第二件事是无缘无故倒的墙。邻居家的事发生没多久，一天我弟和他小伙伴在我家的院子里玩，我呢没参加，我弟小我7岁，我们玩不到一块儿。我家院子的一角用砖围了一块儿，里面是养的鸡，鸡圈呢也就1.5米6左右吧。我在房间里突然听到院子里咚的一声，声音很响，我呢就赶紧跑到院子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我奶奶也出来看，就看到鸡圈的墙给倒了，我弟他们就在附近，也是吓得不轻。我奶奶就问我弟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爬墙了。我弟他们就说他们在玩，墙自己倒的，没人碰到那墙。奇怪啊，墙很结实，也不高，它不会自己倒的。但是5、6岁的小孩压底下，后果是真的不敢想呀。我奶奶当时呢，就让我们全部都进屋里去，就开始的骂。当时村里的人都迷信，相信什么找替身呀什么的，也没指名道姓的，就是骂那个小孩。第三件是大门上的手印，时间也是邻居家的事儿，过去没多久。平时走路上学也都没注意看大门。一天放学回来，我在进门时无意间看到门上有一个手印，每个手指都能看得清楚。要知道我家的大门是木头做的，挺厚的木板，刷的红漆，时间久了漆都掉光了，但还是能够看出是红色的，就是颜色浅了很多。那个手印呢，就像是个小孩用手沾了水按在门上的手印。如果是水的话，水干以后不会留下印的呀。而那个手印呢，确实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好几个月。之后也没发生奇怪的事，但我就感觉是我邻居家的那个小孩做的。第4件事是一个经典的灵异事件，关于12岁以下小孩可以看到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个好像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流传这个说法。邻居家的事发生时，我已过了12了，我弟呢6、7岁。一天傍晚，太阳还没落，天非常的亮。我奶奶在院子里坐在凳子上抱着我弟，我朋友呢过来找我玩，我和我朋友站在一旁。我家大门呢半开着，没关严实，有个20厘米左右的空隙吧。当时的气氛呢也有点古怪，没人讲话，很是安静。我就忽然间有感觉可能要发生什么事。安静了10多分钟吧，
我弟呢突然指着大门说：“某某来了。”这个某某就是去世那小孩的名字。然后我朋友、我奶奶都非常的震惊。当时呢也不是害怕，就是非常震惊。可能是大白天的加上人多的原因吧，完全没感到害怕。我奶奶她是信基督教的，于是呢她就马上的开始祷告。我呀就很努力的睁大眼睛看向大门，结果根本没看到影子什么的，啥都看不到。看来我13、14岁就被这污浊的世界污染的没有灵气了吧。最后愿逝者安息，希望那可怜的娃能投胎个好人家。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啊，咱们再讲一个天涯论坛网友关于小孩子能看到诡异东西的稿子。当然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我老爸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叫他刘叔，他早我老爸1年结的婚，后来他老婆啊生了2个女儿。那个年代住房紧张，他一家4口啊没有地方住，院里照顾他，分了院墙边上的一间平房给他。房子小是小了一点，但是出了门口就有一片的小树林，有梨树、桃树，还有丁香花，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只是有风的时候，那房子在树林的后面显得阴森森的。要知道平房是没有暖气和煤气的，取暖和做饭都只是一个小小的煤炉。在一进门的外间屋里有一边连着里屋的火炕。一天我婶婶在外间屋做饭，听见我的二姐在屋子里呵呵地笑，笑得非常开心，她就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就进屋里去看她。那时她还很小，几岁记不清楚了。我婶婶抱起她，问她：“你笑什么呀？”我二姐说：“有个老爷爷在和我讲话，他在逗我玩，很和蔼的。”我婶婶环视了整个屋子，只有他们母女2个，就怪我二姐说胡话胡闹，又把她放在炕上出去做饭去了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就和我叔叔当成笑话给讲了。据说当时叔叔只是变了变脸色，什么都没有讲。后来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又是到做晚饭的时候，婶婶听见了二姐在屋子里哭叫的喊妈妈，就赶紧的跑到屋子里去抱二姐。二姐哭着说要出去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就抱着她来到了外屋，问她为什么哭呀。二姐说，刚刚在门口站着一个人，他动也不动，而且他没有头。联想起了以前二姐说的，婶婶吓坏了，抱着她跑到了我家里，也不敢和我妈讲，只是脸色发白的坐在一边发着抖。后来叔叔到我家来接他，他就和我叔叔讲了这件事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间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事？叔叔他不说，也不敢带他们回家。当晚就在我家挤了一夜，第二天白天就急急忙忙地把婶婶和二姐送回了娘家，自己则搬到单位里去住了。长大后的我呢，天生爱打听这些事儿，又喜欢听恐怖的故事，就刨根问底地追问那老房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爸爸告诉我，那房子以前做过停尸房，不过只停过2具尸体，一具是一位老教授深夜去世，停在过那儿，直到火化的那天清早才给运走的。而另一个呢，是一个农民工，他在盖楼的时候死于意外，据说脑袋都被砸扁了。叔叔其实知道那房子以前的用途，但他那个时候不信邪，又怕我婶婶害怕，就没告诉他实情。谁知道居然被二姐撞见了。我问二姐她还有没有印象，是不是真的？她说小时候的事儿就这件记得是清清楚楚，现在想起来那个没有头的还会浑身出冷汗呢。再说个事儿吧，有一年呢，我前桌的女孩子2天没来上学，后来她回来告诉我们，原来她的爷爷去世了。那天下课，她对我说，讲件怪事给你，要不要听呢？我连忙地说要听，她则道出了事情的缘由。她爷爷已经卧床几年了，前几天突然病重，
眼看就不行了，家里人都回来看护他，也就是陪他走完最后的一程。他爷爷最疼家里最小的孙女，那年小孙女3岁，又很乖，不哭不闹，每天就在爷爷的身边玩呀耍呀。但是孩子也小，他的爷爷又病重，于是每天呢都有一个大人值班。正巧那天轮到了我的同学家。那天晚上，他放学回家后就去里屋看护爷爷，顺便陪着小妹玩。他先是给小妹讲着故事，后来又看着她玩过家家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妹突然站了起来，跑到柜子边上，伸手向柜子和墙的夹缝里掏呀掏，一边掏一边叫着娃娃。我的同学呢很奇怪，就过去看，结果什么也没看见，就训斥妹妹说：“爷爷睡了，不许胡闹，哪有什么娃娃？”妹妹非常委屈地说：“有的，2个小娃娃，还拉着手对我做鬼脸，吐舌头嘞。”我的同学呢，被他说的心里有点毛毛的，就又凑到了那个夹缝的边上去确认了一下，的确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把妹妹呢抱到另外的房间去了。过了几个小时，他的爷爷真的不行了，可能是回光返照，他居然很清楚地讲话。不对，应该是叫嚷才对。这个时候呢，全家人都围了过来，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。只看见他爷爷2只眼睛很惊讶地瞪着，手指着柜子的方向，大声叫着：“他们来了，不要让他们过来，有2个人要抓我。”大家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有那一个柜子和柜子后的一片白墙。家人们安慰他说什么都没有，不要怕。可是他爷爷只是叫着：“有2个人要抓我，有2个人要抓我，要带我走。”叫了一会儿，老爷子就去世了。到底他的爷爷看到了2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不是和他妹妹看到的是相同的东西呢？后来家里的大人问妹妹，妹妹说真的有2个娃娃，还说好孩子不会说谎的。可是为什么在妹妹的眼里是2个娃娃，在爷爷的口中却是2个好像很可怕的人呢？到底为什么？恐怕真的也只有鬼才知道了。想起了我爷爷讲给我的一件非常离奇的故事。我爷爷身体现在非常的好，每天呢还出去锻炼，他一口气能上6楼，一下子迈2节的楼梯，到了家都不会像我这样的虚胖，一直喘粗气之类的。但是呢，也并不是说什么病都没生过。是呀，80多岁的人了，有点病痛是难免的嘛。那年我回国去看他，他告诉我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他了。为什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开玩笑的大家。有一天呢，爷爷觉得不舒服，好像是感冒了，就挂电话给我爸爸。当天下午，我爸呢就开车送他去医院。看了大夫以后啊，说是这个肾有点问题，可能是结石了，于是开了一点药，就让回家去了。回家后，保姆已经做好了饭离开了，我奶奶等他一起吃饭，她说累了，想睡一会儿，于是呢，奶奶就一个人去吃饭了。吃过饭，收好桌子，奶奶就去看看我爷爷，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乖乖，烫得要命。奶奶呢急忙地打电话给我爸爸。要知道，我奶奶是有一点老糊涂的，就是轻微的老年痴呆，经常呢分不清我和我表姐，又弄不清我到底是在美国还是英国，还常以为我还是在读高中呢，电话号码更是从来都记不住的。可是那天却奇迹般地挂通了我家饭店的电话，也许是天意吧。平时那个时候呢，我老爸都不在饭店的，可是那天却偏偏的就站在电话的边上。接到电话，他就马不停蹄的赶紧开车去了奶奶家。到了以后，立刻的叫了急救车送到医院，马上抢救。据说当时我爷爷的牙咬得很紧，撬都撬不开，
好在前天呢刚刚脱落了一颗大牙，于是就把硝酸甘油片从那个空隙里塞进去，不然可能都停不到医院了。原来他是心梗，多可怕。后来呢就是住院，没多久就好了，1个月也就出院了。爷爷出院以后，我老爸突然想起了那天是奶奶打来的电话，就很奇怪于是呢就让他再背一次电话号码。可是奶奶呢，她是说什么也记不起来。问她那天是怎样想起来的，她说好像是有人在她耳边念的，非常的慢，但是很清楚。于是一次就打通了。让我感到惊奇的不是奶奶可以顺利的打通电话，而是她根本不知道电话。当时呢只有爷爷知道。接下来呢是爷爷讲的他当时的感觉。他说那天他回家以后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然后好像梦一样看见了自己在床上，他看见奶奶进屋摸着他的脑袋，然后看到奶奶推他摇他，他很想起来却根本动不了。结果就是看见奶奶慌慌张张地跑到了客厅去打电话，他说好像就站在奶奶的身边一样。在客厅的另一侧就是进户门，他说看到了一个黑衣服的人就站在门口，也不向屋里头走，就那样动也不动的就站在那儿。他说当时他心里就在想，大概是来接我的了。可爷爷说那个黑影就那样看着他，2个人也就对视着都不说话。后来又有一个人穿门而过，走到黑衣人那边拍了拍他的肩，2个人呢耳语了一阵就消失不见了。再后来爷爷说又看见我爸爸来了，看到他打电话，看见医生来，看见自己被推上了救护车，看见自己进入了医院，看见了医生忙忙碌碌地抢救他，后来就看见了一片白茫茫的，听见有人喊醒了，老爷子醒了。他说那时候的他才知道自己活了过来，那白茫茫的就是医院的天花板呀。而现在我的爷爷依然很健康，而我奶奶也依然记不起任何的电话号码。他们现在依然生活在我们以前的老房子里。而下面我就要讲2个我在老房子里做过的怪梦了。要说这做噩梦的经历我有非常的多，但大多数呢都是被吓出一身冷汗，然后被惊醒，别无其他。可醒来以后呢，却又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觉得非常的恐怖。但唯独有2个例外，只有这2个梦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这第一个是我在大概14岁的时候，我是沈阳人。沈阳的朋友大概都知道，在环城高速的青年大街出口那儿有一个五里河公园，对吧？就在浑河的边上。当时我在上初中的时候，那里还没有建设呢。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休息日去那边钓鱼。我梦的背景就在那儿。梦中我还是像往常一样，拿着简易的鱼竿坐在河边，等着鱼儿上钩。忽然我发现在我右边不远，水不太深的地方，有一件东西漂浮在了水中。我就走过去看。我用鱼竿拨开生在水边的草，终于看清楚了。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一个人穿着白色的 T 恤的背部。河水很脏，那件 T 恤被泡得变了颜色，可依然可以看出那衣服上的血迹。显然梦中的我还没有发现那是一个人，或者说那曾经是一个人。当梦中的我还在呆呆地站在岸边研究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时，有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而那东西动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地飘在了水面上的部分变大，可以看到那穿着黑裤子的腿和长着黑色头发的后脑。梦中的我发觉那是一具浮尸的时候，就想拔腿的跑，可是却根本跑不动。接着我看见那浮尸从水中抬起了头看着我，
天呀，他的脸被泡得变了形，肿胀、腐烂，恶心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却没害我，只是看着我，向我伸出了一只手。这时我被吓醒了，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，我不敢再睡，开了灯，一直挨到了天亮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隔壁班的几个淘气的男孩逃课去老地方钓鱼。让人意外的是，他们很早的就回来了。大家都问是怎么回事儿，他们说那里被警察给封了，说是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被杀的，在衣服上还能隐隐约约的看到有血迹。大家就问那尸体可不可怕，他们说脸上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个男的，穿的白 T 恤、黑裤子。第二个梦是在我原来的家里，那天我睡得很早，而且很快地进入了梦乡。开始呢，只是非常普通的梦，我梦到了我的家，梦中家里的摆设和现实里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关着房门，我就躺在床上，睡得很香，就好像是灵魂出窍一样。在梦中，我环视着我的房间和在酣睡的我，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的时间是12点整。忽然，我房间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魁梧的男人拿着一把斧头站在了门口，周身散发着杀气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睡在床上的我。我看着这一切正在发生，我想叫，却叫不出声来，想跑，又根本跑不了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举起斧头，用力地向我的脖子砍去。此时的我呢，一下子就清醒了，打开灯，冷静了一下，我发现我浑身被冷汗浸透了。当时呢，又觉得口渴，就壮着胆子打开了房门，想要到厨房里去找一点水喝。我走出房间，转个弯就到了客厅。我呆住了，客厅的另一面是我家的进户门，而此时它正大大的敞开着，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楼下传来了一步一步上楼梯的声音。我马上地冲了过去，用力地关上门，锁上所有的防盗锁，感觉一切恐怖的声音和事情都被我关在了门外。我近乎虚脱地瘫坐在了门口，深深地出了一口气。这时，角落里的老式座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。此时正是午夜12点整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鬼叔为大家带来的故事。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鬼叔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